在人类的社会交往与自我发展的宏大画卷中，智商与情商成熟的定义以及不同类型的智慧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有这样一类男人，他们拥有超出常人的智商。这类智商很高的男人就像是掌握了社交密码的神秘高手，只要他们内心愿意，完全有能力让身边的每个人都感到如沐春风般的舒服。他们能敏锐捕捉到他人的情绪变化，巧妙地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用恰到好处的方式与他人交流互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却选择不这么做，因为在他们理智的权衡中，花费大量精力去营造让别人舒服的氛围，所获得的回报远远抵不上付出的成本。他们觉得这么做并不划算。其实智商高的人情商往往也不会低，这是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情商本就是智商的一部分。所谓情商，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情绪治理。它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能力，涵盖了2个关键方面。一方面是能够精准掌控自己的情绪，不会让情绪随意泛滥成灾，而是像一位技艺精湛的舵手，驾驭着情绪的航船驶向目标的彼岸。另一方面是可以敏锐地识别他人的情绪，如同拥有一双洞察人心的慧眼，能看透他人内心的喜怒哀乐。通过这2种能力的协同作用，让情绪成为实现目标的有力工具。高情商绝不是人们通常误解的那种八面玲珑，让所有人都感到舒服的处事方式。真正的高情商是一种强大的情绪掌控力，即你希望对方感受到什么样的情绪，对方就能切实地感受到。比如在商业合作的场景中，你希望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于是你用诚恳的态度、真挚的言辞和实际的行动去展现。对方在与你接触的过程中，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份真诚，从而与你建立了合作关系。当有人侵犯了你的底线时，你希望对方感受到你的愤怒，你通过坚定的语气、严肃的表情和明确的态度表达出来。对方感受到了你的愤怒，便不敢再得寸进尺。倘若遇到一些心怀不轨、纠缠不休的人，你希望对方感受到你的阴狠毒辣、睚眦必报。你用强硬的手段和决绝的姿态传递出这种信息，对方感受到了你的威慑力，这辈子都不敢再来打扰你的生活。只要你所传递出的情绪始终都是围绕着自己的目标而服务的，那就是高情商的体现。我们来看这样2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一个是每天独来独往的数学系学生，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数学世界里，很少与他人交流互动。另一个是跟所有人都能打成一片的社区情报人员，他在社区中如鱼得水，和每个人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看起来后者的情商明显更高，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也许前者已经凭借他超高的智商，完全预判到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并且选择默许这种评价。在他的价值体系中，把精力浪费在迎合那些对自己目标毫无帮助的人身上，仅仅为了换取他们口中高情商的评价，这是一种人生的净亏损。他更愿意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数学研究中，去追求更高的学术成就。年轻是人生中一段无比珍贵的时光，它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对生命中的一切事物都保有敏锐又炽烈的感知。年轻人就像初升的太阳，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他们有着这个年龄特有的义气和精神。如果一个年轻人过早地失去了这些特质，变得老气横秋、世故圆滑，那么他必然会遭遇这个年龄本不该有的种种不幸。
现在很多年轻人捧着高情商的7个表现、成功人士说话技巧之类的书籍，迫不及待地想要让自己变得世故、圆滑，变得所谓的成熟。然而，我们必须要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成熟呢？真正的成熟并非是世故，世故只是流于表面的东西，它就像一层华丽的外衣，虽然能让人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却走不进人的内心。世故无法让人实现真正的成长和成熟，它只能让人在外表上显得成熟而已。很多过来人的所谓成熟，只不过是在生活的磨砺下，磨平了自己的棱角，褪去了曾经的锋芒，最终选择了妥协。这种妥协就像是一种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消亡，就如同掉到地上的果子，从外表看似乎熟透了，但实际上已经被虫子咬烂了，失去了原本的生机与活力。人的智慧可以大致分为2种类型，一种是世俗智慧，另一种是哲学智慧。世俗智慧是对既有价值体系的准确认识和有效利用。拥有世俗智慧的人能够清晰地了解社会的规则和标准，知道如何在这个体系中如鱼得水，获取自己想要的利益和地位。而哲学智慧则是对既有价值体系进行全面的反思，并且对根本的人生问题有着深刻的洞见。它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的，不满足于表面的现象，而是深入探寻事物的本质。如果一个人太过于追求世俗智慧，就会逐渐迷失自我。他会发现自己的行为和选择都是为了迎合社会、公司和他人的期望，唯独没有考虑过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渐渐的，他会活得跟千千万万的别人一样，失去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灵魂。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也许会获得一定的幸福和成功，拥有财富、地位和荣誉。但从更长远和深刻的层面来说，他却白白浪费了此生为人的机会。因为世俗智慧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本质上是对既有价值体系的迎合。这种不假思索的迎合必然会让人失去洞悉更高智慧的可能性，丧失反思性和超越性，只剩下工具性和服从性，最终人会被既有价值体系所同化，陷入欲望的钟摆之中。当欲望得到满足时，会感到空虚无聊；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又会陷入痛苦的深渊。那么，在洞悉了这种世俗的荒诞之后，我们该如何自处？真正的觉醒往往始于对高情商与世俗智慧的祛魅。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生的终极目的并非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件精美而圆滑的社交工具，而是要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保有构建自我世界的能力。真正的成熟应当是一种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状态。向下扎根是运用智商与世俗智慧处理生存层面的琐碎。我们理解规则，尊重逻辑，甚至在必要时可以精准地通过情绪操纵来维护利益，但这仅仅是生存的手段。而向上生长则是保留内心的那份不合时宜的赤诚。这意味着你拥有让别人舒服的能力，却更有不让别人舒服的权利。你洞察世事，却不被世事淹没；你历经沧桑，眼神里却依然有清澈的光芒。一个拥有高级智慧的人，最终会实现一种防御性平庸与进攻性孤独的平衡。在外界看来，他或许表现得谦逊礼貌，这只是他为了节省社交能量而选择的最小成本生存策略。但在内心深处，他始终守护着那片不容侵犯的哲学领地。他不再通过他人的评价来确认自己的坐标，也不再为了填补空虚而追逐无意义的欲望。
我们要警惕那种熟透了的世故，因为它本质上是生命力的衰竭。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对于年轻人而言，真正的高情商不应是学会了卑躬屈膝或左右逢源，而应是学会了在复杂的人际荒漠中，如何通过理智的权衡，保护好那颗最珍贵的、尚未被世俗磨平的本心。归根结底，智商让我们看清世界，情商让我们驾驭情绪，而哲学智慧则让我们安放灵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是为了把自己磨练成一个完美的零件去契合社会的机器，而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次次的思考与选择，最终塑造出一个独一无二、不随波逐流的自我。这种自我，才是我们在欲望的钟摆中能够获得的唯一一份恒久的宁静。